今天我们来讲讲由2位奥斯卡影后安妮海瑟薇以及劳模姐联袂出演的影片《母亲的直觉》，同样上于今年的5月份。这部影片是改编自发生在佛罗里达的真实案件，你永远想不到人性究竟有多么的丑陋。那么话不多说，马上进入今天的剧情部分。故事发生在佛罗里达，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女主安娜与劳模姐饰演的劳拉是一对好闺蜜，同时也是好邻居，更是互相有对方的家门钥匙。可影片一上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见安娜刚离开家，劳拉便偷偷潜入了她的家中。难道说劳拉是想偷东西吗？当然不是的，原来今天是安娜的生日，劳拉在暗中为其庆祝。这一举动让安娜是感动不已，更是差点喜极而泣。说实话，就连安娜的老公都没有想起来今天是妻子的生日。不过在庆祝的途中发生了一些很不愉快的事儿，那就是劳拉发现安娜家里面的花生饼干不见了。劳拉见此那是慌张的不行，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劳拉的儿子西蒙对花生过敏，如果吃了的话，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好在剧中在草丛发现了他还有安娜的儿子戴维斯，才阻止了这场悲剧的发生。很快夜幕降临，然而庆祝仍旧没有结束。虽然两家庭看起来非常和睦，但他俩的家庭背景有很大的不同。安娜的丈夫约翰是个政府要员，而劳拉的丈夫只是个普通员工。之所以劳拉对安娜这么好，有一部分原因是巴结对方，然而夫妻之间的感情也有很大的不同。安娜与丈夫非常恩爱，几十年如一日，而劳拉与丈夫就有些不和了，自然是因为丈夫没啥太大能耐，以至于劳拉对安娜的丈夫约翰有一丝丝崇拜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意外。第二天，当劳拉丈夫查理送儿子上学时，安娜委托查理告诉学校戴维斯有些难受，在家休息1天。查理也没当回事就答应了。没成想戴维斯并不是难受，而是贪玩，在自家阳台上爬高。劳拉第一时间就看到了，本想通过大喊制止戴维斯的行为，可根本无济于事。此时的安娜正在家里打扫房间，噪音使得她根本就没有听见劳拉的喊叫声。没办法，劳拉只能尽快跑到阳台，结果悲剧还是发生了。意识到不对劲的安娜瞬间跑到楼下，结果悲剧就发生在眼前。儿子头部着地，当场没了呼吸。就这样，如此幸福的安娜迎来了晴天霹雳。作为邻居的劳拉也是非常的惋惜。可从这一刻开始，两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首先，劳拉在一天莫名的发现安娜与自家儿子独自待在花园。起初劳拉也没多合计，就是觉得儿子可能是在劝阿姨。可当他看到安娜的眼神时，似乎带着一些恨意。这也很好理解，毕竟劳拉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而且等安娜赶到时，意外已经发生了，所以在阳台上发生了什么，只有劳拉一个人清楚，这也难免不让安娜产生其他的想法。然而这只是个开始，不久后儿子戴维斯的葬礼如期举行，而在葬礼上又发生了意外。安娜用一只兔子给儿子陪葬，可这个兔子是劳拉儿子西蒙最喜欢的玩具，导致他当场哭闹起来，把现场弄得非常尴尬。对于一个母亲来说，儿子这么闹没有错，毕竟是安娜不对，谁让她把儿子最喜欢的兔子当作陪葬呢？而理性的丈夫认为这太荒唐了，因为一个兔子要葬送掉与政府要员的关系，那可太得不偿失了。就这样，如胶似漆的两个家庭因为最近发生的这些事儿产生了隔膜。画面一转，1个月过去了。一天，劳拉突然发现安娜打扮得非常漂亮，并且出现在了学校，说是来接儿子放学的。很显然，上子之痛对安娜打击实在是太大了。然而到这儿就很讽刺了，鉴于安娜的身份，原来她去学校都是家长们的焦点，巴结的对象。现在的她在家长们眼里更像是一个怪物一样可怕。只有一个人主动上前安慰，那就是邻居劳拉。也是因为这件事，两个家庭重归于好了。傍晚时分，安娜重新邀请劳拉一家人过来做客，并且把西蒙喜欢的兔子还给了他，以此来表明和好的诚意。在安娜的眼神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更想把西蒙当作是自己的干儿子。当然，之所以有这种想法，与安娜本身也有关系。原来当初他生下戴维斯的时候损坏了身体，医生告知他已经无法再生育了，也就是说戴维斯是他唯一的孩子。劳拉得知这一点之后，那是大为震惊。与此同时，劳拉还发现安娜现在的家庭状况非常糟糕，夫妻二人已经处于分居的状态了，丈夫更是整天借酒消愁，甚至他还对劳拉动
动手动脚。照这个事态发展下去，离婚是早晚的事儿。对此，劳拉好心的劝安娜，一切事情都要往前看，不要再纠结于过去了，这样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随后，劳拉告诉安娜，自己以前也因为一些事儿患上了忧郁症，后来是通过自己的调节才好转过来。听了这些发自肺腑的话，安娜的心情终于缓和了一些。就这样，两个家庭回归了平静的生活。可在一天，有一件事给劳拉吓得不行，那就是安娜邀请西蒙到家里玩。劳拉同意了，但片刻过后却发现西蒙出现在了阳台。劳拉瞬间脸色慌张起来，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曾经就是目睹戴维斯从这里掉下去的，怎么可能再让自己儿子出现在阳台呢？立即对他大吼起来。也可以理解为劳拉这么大喊，实际是在指桑骂槐，意思好像就是在责备安娜有病吧，你儿子就是从这儿掉下来的，还让我儿子来这儿，你是想给他害死吗？当然这只是一个母亲本能的想法，可话又说回来，劳拉当时的想法会不会与安娜当初的想法一样呢？说的更深一些，有没有可能安娜在通过这种方法试探劳拉到底是不是他给儿子推下去的呢？也说不定。当然一切的一切还要看劳拉是怎么想的。这件事发生以后，她先是跟老公查理说了这些事儿，查理表示你多少有些敏感了，人家只是想对咱家孩子好才邀请他去玩的，正好还可以通过孩子进一步促进两个家庭的关系。对于丈夫的这些想法，劳拉也没有多说什么。不久后迎来了儿子西蒙的生日，一家人又重新聚在了一起，但此时的安娜多少显得有些孤单，只有她一个人参加了派对。经过之前的事，虽然两家关系缓和了，但劳拉对安娜本人还是产生了忌惮，整个派对也没有给她好脸子看。安娜也在纳闷，劳拉为什么这样对自己呢？然而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派对结束以后，又一起意外发生了，那就是劳拉的母亲因心脏病突发倒在了花园，不幸离世。劳拉对此是很纳闷的，母亲一直都在服用心脏病的药物，怎么就会突然间心脏病突发呢？就此，劳拉认为这件事肯定与安娜有关，一定是她在报复。不久后，劳拉在打扫花园的时候，竟然发现了母亲的药盒，这就更对上了她的想法了。记得当初只有安娜接近过母亲，很有可能是她偷走了药盒，才导致母亲没有及时吃药。为了证实她的想法，劳拉特意去医院重新对母亲进行了尸检，可得到的结果更是令她头皮发麻。医生表示，母亲死亡的时候确实没有在体内检测出药物的成分，也就是说，母亲死亡真的与安娜有关。到家后，劳拉将药盒藏在了床头柜，至少这是关键性的证据。然而就在当天晚上，劳拉睡觉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人闯入自己的房间，她下意识地跑到了自己儿子的房间，结果发现儿子没了。劳拉瞬间大吼大叫，结果发现儿子只是跟他爸爸睡在一起了。可诡异的是，在第二天，劳拉就发现床头柜里的药盒不见了。就此，他认为当天晚上肯定是安娜闯入了自己的房间，将药盒拿走了。毕竟他有家里的钥匙，但无奈的是，他没法证明自己的想法。没过多久，安娜再次邀请劳拉一家人做客。本来劳拉是不想去的，可是他想找到那个药盒，如果找到的话，就可以控告安娜。结果没想到的是，悲剧再次发生。一家人到安娜家做客时，儿子西蒙竟然误吃了安娜家的花生饼干。要知道，西蒙对花生是过敏的，也就此儿子西蒙险些丧命。但这起事故就有些说不清道不明了。首先，影片开头就提到过，安娜家里面是有花生饼干的，只不过当时劳拉发现了，才阻止了儿子吃。同时也说明儿子对花生饼干是很好奇的，安娜也没有主观意识，直接让西蒙去吃饼干，所以这次真的属于意外，并不存在什么阴谋。可劳拉把这次意外还是全都怪在了安娜的头上，也借着这次机会，她把之前所有诡异的事儿全都跟丈夫说了出来，包括安娜害死母亲的事儿。随后她告诉查理自己有证据，她在花园发现了药盒，指控就是安娜偷掉并且扔掉的。然而就在此时反转来袭，查理气冲冲地将劳拉带到了车里，并从手扣里面掏出了母亲的药盒，随后质问劳拉，这就是你所说的药盒吗？你可别闹了，这明明就是我在花园里捡到的，这段时间你一直都在胡言乱语。要知道劳拉之前是有过抑郁症病史的，所以到这儿丈夫认为劳拉可能又犯病了。此时的劳拉也叫不准了，毕竟最近发生的事儿实在是太多
多了。好消息是儿子没什么大碍，抢救了过来。可劳拉始终认为这个安娜就是凶手，她一直想谋害家人。可至于她的动机，劳拉说不出来。正如影片名《母亲的直觉》吧。在这之后，劳拉趁安娜出门，又偷偷跑到了她家寻找那个药盒。结果这次直接被安娜逮个正着。得知劳拉一直在怀疑自己，安娜也是直接发火了。她非常伤心，曾经亲密无间的好友，现在竟然反目成仇。安娜怎么也不明白闺蜜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便气冲冲的给她赶出了房间。面对种种不愉快，劳拉决定还是搬家吧。既然这个地方生活的不舒服，我们就换个地方。可当安娜得知这件事以后，有些后悔了，毕竟相处这么长时间，多少都存在点感情，便将这件事告诉了丈夫约翰，请求他说服劳拉不要搬家。可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丈夫的态度非常强硬，立即开始责骂安娜，我看你最近就是着魔了，自从儿子死亡以后，你就把西蒙看作是自己的孩子，可他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孩子，所以劳拉一家人爱去哪就去哪，与我无关，以后也不要再让西蒙来到我们家了。对于丈夫这种强硬的态度，安娜是哑口无言。也就此，悲剧再次发生，也是在这个时候迎来了本片最大的反转。安娜竟然用麻药迷晕了丈夫，伪造了她自杀的假象。那么她为什么要杀害自己的丈夫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安娜真的把西蒙看成了是自己的儿子，而且这种想法逐渐的扭曲起来。可真正的母亲劳拉不知道这一点，应该说是她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因自己丈夫的态度又让她忽视掉了。随着安娜丈夫的离世，劳拉好心将她重新请到家里来照顾她，自然是怕她独自在家做傻事儿。结果没想到引狼入室了。劳拉是怎么发现这一点的呢？答案马上揭晓。由于家里面没有多余的洗漱用品，劳拉准备去安娜家拿一些，结果就在安娜家的药箱里发现了母亲的同款药盒。也就是说，安娜就是策划这一切的人。意识到不对以后，劳拉立即跑回了家，可为时已晚，儿子以及丈夫都被安娜迷晕了。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呢，也一同在背后遭到了安娜的偷袭。即便是她拼尽全力跑到了儿子身旁，也无济于事，最终还是被安娜弄晕了。片刻过后，她将劳拉摆在查理身边，并且清除掉了自己所有的指纹，随后无情地打开了煤气阀门。画面一转，来到了一处孤儿院。经过友好协商，安娜成为了西蒙的法定监护人，同时也获得了西蒙的抚养权。也就是说，从儿子死亡的那一刻，安娜就计划了这一切，杀死西蒙所有的亲人，抚养权自然就会落到安娜的头上。影片最后一个镜头是安娜带着西蒙在海边玩耍，此刻的她也终于如愿以偿了。纵观整部影片，还有很多细节我没有讲到，例如两个家庭之间的畸形关系，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与两个家庭过度亲密有很大关联。劳拉对安娜的老公一直存在崇拜之意，一时间让约翰误认为劳拉喜欢自己。从2楼的那个镜头可以看出来。相反，作为成功人士的女人，安娜也有着不俗的魅力。迫使劳拉对她产生怀疑时，老公查理不停地为其辩解，才使得安娜的计划一步步得逞，最终夺走了他们的儿子。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儿了，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看看原片。我是马蜂说电影，别忘了点赞、评论、加关注。喜欢视频的小伙伴们还可以长按点赞，特别推荐一下。感谢观众老爷们的支持与厚爱，我们下期见。